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陈浩，今年32岁，在恒达机械设备公司做了5年销售。说起来，我也算是这个行业的老手了。7年前刚入行时，从一个小公司的业务员干起，2年后跳槽到恒达，一路爬到现在的位置，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公司不大，员工加起来也就50多人，但在华东地区的机械设备圈子里，恒达的名气还算可以。老板姓刘，40出头，3年前空降过来的职业经理人，说白了就是大股东找来的打工皇帝。刘总这人吧，能力是有的，但心眼太多，总觉得我这种从基层爬上来的老员工对他的权威是个威胁。平时表面上对我挺客气，但私下里总是想方设法削弱我的影响力。最近这半年，公司资金链有点紧张，刘总的压力很大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，动不动就在会议上敲桌子，说我们这些销售不给力，业绩上不去。陈浩，你们销售部门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个月的签约额连上个月的一半都没有。每次听到这种话，我心里都憋着一股火。订单不是想有就有的，客户也不是傻子，凭什么随便就签千万级别的合同？但机会来了。3个月前，我接触到了一个大客户，华东最大的钢铁企业东海钢铁集团，他们要更新主生产线的设备，预算在千万级别。客户方的负责人叫王建国，50多岁，在钢铁行业干了大半辈子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江湖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：小陈，你们恒达我听说过，规模不大啊，这么大的项目，你们能搞定吗？王总这人说话直接，不兜圈子，我喜欢这样的客户，至少不用猜来猜去。王总，规模大小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我们的技术过硬，服务到位，您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我几乎每周都往东海钢铁跑，陪他们吃饭，陪他们打牌，陪他们喝酒，技术方案改了7、8遍，价格一降再降。王总这人虽然严格，但人品没问题。慢慢的，我们的关系从纯粹的商业合作变成了朋友之间的信任。小陈，你这人我看得上，做事踏实，不玩虚的。有一次喝酒的时候，王总拍着我的肩膀说，但是刘总对我的进度很不满意。在公司的会议上，他不止一次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训我：陈浩，你搞这个项目搞了3个月了，到底什么时候能签约？客户那边还在最后的评估阶段，应该快了，应该快了。我要的是确定的时间。我忍着火气解释，王总他们很谨慎，毕竟是千万级的项目，我们再等等，肯定有结果。等等等，就知道等。我看你是不是能力不行了？每次听到这种话，我都想当场翻脸，但为了大局，我还是忍了下来。转机终于来了，上个月，王总终于松口了。那天我们在东海钢铁的会议室里谈最后的细节，王总看着我说：小陈，就冲你这人，这单子我们合作1200万，你们拿下了。我当时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千万大单，我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，这是我经手的最大一笔订单。但王总有个条件，这个项目我要你亲自负责，从头到尾都得是你。没问题，王总您放心。当天晚上，我兴奋得睡不着觉，给老婆打了电话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，如果这单成了，光是提成就有近100万。第2天我回到公司，兴冲冲地向刘总汇报：刘总，东海钢铁的项目谈下来了
1200万。刘总听了，脸上倒是露出了笑容，但我总觉得那笑容有点别的意思。不错，陈浩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我要亲自参与最后的签约。啊！我愣了一下，王总那边指明要我负责，我是老板，重要的项目当然要我亲自把控大局。你安排一下，我要见见这个王总。虽然心里有些不爽，但我还是安排了饭局。那天晚上，我、刘总还有王总3个人在市里最好的酒店吃饭。刘总表现得还算可以，没有太过强势，但我明显感觉到他在有意无意地抢功劳，好像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运作一样。王总，我们恒达公司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，我亲自来见您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王总虽然面上客气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对刘总并不是很感冒。饭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刘总喝得有点多，开始说些醉话。王总，说实话，这个项目价值可不止1200万，等项目做成了，我们公司的估值能翻倍，到时候……他说到一半就停住了，但我听得很清楚。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在吹牛，也没太在意。但我有个习惯，重要的商务饭局我都会做会议纪要，有时候用手机录音，方便后面整理客户的需求和技术要点。合同基本敲定了，王总也明确表示要我做项目负责人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我以为马上就能签约了，谁知道风暴就在这个时候来了。签约前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合同的最后细节，突然接到刘总的内线电话：“陈浩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”他的语气很平静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我以为是要讨论明天签约的流程，就拿着文件夹去了他的办公室。刘总坐在他的老板椅上，表情严肃。他示意我坐下，然后直接开口了：“陈浩，公司决定调整组织架构，你的销售总监职位被取消了。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。什么？刘总，您在开玩笑吧？我很认真，公司的决定已经下了，你今天下班前办好离职手续，可是明天就要签约了啊。王总那边都安排好了，他指明要我负责这个项目，这个项目我会亲自负责，你不用操心了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千万大单，马上就要签约了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我开了。刘总，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刘总翻开桌上的一个文件夹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第一，你在客户面前太强势，有越权行为；第二，你私下承诺客户的一些条件超出了公司的授权范围；第三，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公司的，不是你个人的。”每一条理由都让我愤怒。什么叫太强势？什么叫越权？我为了这个项目跑了3个月，熬了无数个夜晚，现在却说我越权。刘总，这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。王总信任的是我，不是公司。没有我，这个项目根本谈不下来。陈浩，注意你的态度，公司的决定不容商量。我知道再争论下去也没用，站起身来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刘总一眼。刘总，您这样做不觉得过分吗？刘总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商场如战场，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”从他办公室出来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5年的努力就这样被一脚踢开了。人事部的小王很同情地看着我：“陈哥，真的没办法，这是老板的指示。今天下班前，你把工作交接一下。”交接给谁？刘总自己吗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反正老板说了，让你今天就走。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看着桌上那些熟悉的文件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5年来，
我为恒达创造了多少价值，现在却像扔垃圾一样把我扔掉。下班后，我约了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去喝酒，几杯酒下肚，他们也开始说实话了。浩哥，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了，刘总一直想换掉你，为什么？还不是怕你功高震主。你想想，这个千万大单要是成了，你在公司的威望得多高？刘总能不担心吗？还有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同事压低声音说，我听说刘总可能要跳槽，这个项目成了，他就有了谈判的筹码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彻底明白了，原来从一开始，刘总就没安好心，他要的不是我的能力，而是我的成果。那天晚上，我喝得很醉，回到家，老婆看到我的状态，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项目不是快签了吗？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他，他听完也很愤怒，太过分了！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？他们不知道吗？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才要踢掉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看着天花板，想起了王总对我说的那句话：小陈，就冲你这人，这单子我们合作。突然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，既然刘总不仁在先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始行动了。首先，我联系了华兴机械的老总赵老板。华兴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，但规模比恒达大得多。他们一直想挖我，之前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都被我拒绝了。陈总，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赵老板的声音里带着惊喜。赵总，我离开恒达了，咱们找个地方聊聊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在市中心的咖啡厅见面了。赵老板是个干练的中年人，40多岁，很有魄力。陈总，你离开恒达是我们华兴的好机会啊，待遇方面你尽管提。赵总，我先说个事，东海钢铁的那个1000万项目，你们有兴趣吗？赵老板眼睛一亮，当然有兴趣，但是我听说你们恒达已经谈下来了，那是之前，现在情况有变化。如果华兴来做这个项目，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大幅降价，抢占市场。大幅降价？赵老板有些疑惑，具体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恒达的报价是1200万，但我分析过成本结构，华兴是制造商直营，没有中间环节，成本本来就比恒达这种贸易公司低25%，再加上恒达的报价里包含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间费用。如果您愿意薄利多销打开市场，我觉得800万左右的价格是完全可行的。800万？赵老板瞪大了眼睛，便宜了整整30%。这个价格我们还能有利润吗？能有的，虽然利润微薄，但对于打入大型钢厂市场来说，这个标杆项目的意义远比眼前的利润重要。当然，具体的价格策略还是您来决定。赵老板思考了一会儿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陈总，你分析得很有道理，800万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。如果你能帮我们拿下来股份、期权，什么都好说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过，我需要您尽快给我一个正式的聘用合同。没问题，明天就能办好。05离开咖啡厅，我直接给王总打了电话。王总，我被恒达开除了，但我想跟您谈个事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王总愤怒的声音：什么？开除你？他们疯了吗？这里面水很深，我想当面跟您说。另外，我有个提议，可能对您有很大的好处。你现在在哪？我马上过来。还是老地方吧，那个茶楼。1个小时后，我和王总坐在熟悉的包间里。王总的脸色很难看。小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怎么把你开了？我把昨天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。王总越听越愤怒，
最后直接拍桌子了。这个姓刘的简直不是东西，项目是你谈的，关系是你建立的，凭什么把你踢开？王总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往前看。我现在有个提议，如果换个公司给您做这个项目，我能让价格便宜30%。便宜30%？王总瞪大了眼睛，你的意思是800万？对，800万。华兴机械制造商直营，我已经跟他们老总谈好了。王总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地说：小陈，说实话，我一直觉得恒达的报价偏高，但你们的技术方案确实是最好的，服务也到位，所以我们才选了你们。现在你说能便宜30%，这个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压低声音继续说：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们那个刘总私下找过我，找您。什么事？他说项目成功后，希望我配合对外宣传项目价值，说成是2000万级别的，还要我出具证明，说这个项目技术难度很高，国内只有你们能做。我震惊了，为什么要夸大项目价值？他没明说，但我猜应该是要拿这个项目去融资或者找买家，还暗示如果我配合，项目结束后会有200万分咨询费。咨询费？那不就是回扣吗？对，我当然没答应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就是想把你踢开，自己操作这件事。王总继续说，我还听说有德国公司在看你们公司，你们刘总可能想通过这个虚高的项目把公司卖个好价钱，而你一直在为我们压价，完全破坏了他抬高估值的计划。听到这些，我终于明白了刘总为什么要开除我，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，而是因为我做得太好了，好到破坏了他的发财计划。王总，现在您明白我为什么被开除了吧？王总的脸色铁青，这个混蛋，我就说他眼神不对劲，原来是想利用我们厂。那您看，800万是吧？我不但同意，我还要让公司所有领导都知道这件事。小陈，你这是给我们厂省了几百万，也救了你自己。但王总也有顾虑，不过我们厂里的其他领导可能会有意见，毕竟华兴以前没给大型钢厂做过项目，他们担心质量问题。那您看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回去做工作，1周后我们内部招标，让数据和技术方案说话。好，我会准备方案。06回到家，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老婆，她听完很担心，你这样做会不会有风险？万一华兴那边出什么问题怎么办？现在没有回头路了。刘总既然要玩，我就陪他玩到底。第2天，我正式入职华兴机械，职位是副总经理兼大客户部总监。赵老板很重视这个项目，专门成立了项目组，全力配合我。但是很快，刘总就知道了我的动向。那天下午，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全是刘总打来的，前10几个电话我都没接，后来实在烦了，就接了一个。陈浩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们好歹共事5年。刘总，过分？您觉得我过分？你想要什么条件？我们可以谈。你回来吧，原来的职位和待遇都不变，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晚了吗？陈浩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这样做，我可以告你恶意竞争，泄露商业机密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刘总，您去告吧，看看法院会怎么判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情反而轻松了很多。看来刘总已经慌了。果然，第2天，华兴的法务部就接到了恒达的律师函，说我违反竞业协议，要求华兴立即解除与我的合同。华兴的法务总监看了律师函，对我说：陈总，你放心，他们是无理取闹，你是被非法开除的，
在这种情况下，原公司单方面违约在先，竞业协议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，那就好。与此同时，王总也在东海钢铁内部为我造势，但阻力确实不小。财务总监担心华兴没有大项目经验，技术总监质疑价格太低，会不会偷工减料？最重要的是，董事长对突然换供应商这件事很谨慎。王建国，这个项目已经基本确定了恒达，现在突然要换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董事长在会议上说：“老板，我们不是草率，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考虑。800万比1200万便宜了400万，这400万不是小数目，便宜是便宜，但是质量有保障吗？技术方案我看过了，比恒达的还要完善，而且项目负责人还是陈浩，我信得过。”经过激烈的讨论，董事长最终同意了王总的提议，1周后举行内部招标，让2家公司公平竞争。消息传出后，整个行业都炸锅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千万项目已经被恒达拿下了，现在突然要重新招标，里面肯定有故事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据说有德国公司要收购恒达，而这个项目正是收购的重要筹码。现在项目有变，德国人坐不住了，紧急派人飞来中国。刘总的压力可想而知，他不但要面对客户的质疑，还要应付德国买家的怒火。那几天，我每天都在华兴加班到很晚，完善技术方案。赵老板也很给力，调集了公司最好的技术团队协助我。陈总，这个项目对我们华兴意义重大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所有资源都向你倾斜。有了公司的全力支持，我信心十足。同时，我也在整理刘总的各种黑料，除了那段饭局的会议纪要记录，我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更多内幕。比如，德国公司确实在接洽收购恒达，而刘总为了抬高公司估值，一直在夸大这个项目的价值和难度。再比如，刘总私下联系过好几家大客户，都暗示过类似的合作意向。这些材料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。招标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能感觉到刘总的焦虑，他几乎每天都在想办法联系我，有时候求情，有时候威胁。陈浩，你这样做，最后损害的是整个行业的信誉。陈浩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在招标会上乱说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但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废话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拿下这个项目，让刘总付出代价。招标的日子终于到了。那天上午9点，东海钢铁的大会议室里，气氛格外紧张。参与竞标的有3家公司：华兴机械我代表，恒达机械刘总代表，还有1家本地的小公司，明显是来陪标的。东海钢铁这边，董事长亲自主持，王总、财务总监、技术总监都在场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德国技术专家也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这次招标。看来德国人对这个项目确实很重视。各位，今天的招标流程很简单，董事长开口说道：3家公司分别进行技术方案展示和价格报告，然后我们评委打分。刘总坐在我的对面，脸色很难看，从他进会议室开始就一直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愤怒和怨恨。现在开始第1轮技术方案展示，华兴机械先来。我站起身，打开投影仪，开始了我的展示。这套方案我和团队准备了1个星期，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，不但包括了原来恒达方案的所有优点，还根据东海钢铁的实际情况做了很多针对性的优化。
我们的方案有3大特点：第一，技术成熟可靠；第二，操作简便实用；第三，维护成本低廉。在场的技术专家不断点头，显然对我的方案很认可。轮到刘总了，他的方案加入了德国技术，看起来很高大上，但明显存在一些问题。我们采用的是德国最先进的控制系统，技术水平国际领先。刘总，技术总监打断了他，这套控制系统的操作复杂度如何？我们的工人能适应吗？刘总明显有些慌乱。这个德国专家会提供培训，培训多长时间？费用多少？具体的，我需要和德国那边确认。很明显，刘总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，失去了我这个技术骨干，他根本应付不了专业问题。第二轮是价格竞争，华兴机械报价800万。我简洁明了，恒达机械报价1200万，刘总坚持不降价。为什么不降价？财务总监问。我们的方案价值就在这里，德国技术支持，品质保证，不能随便降价。但是华兴的价格便宜了400万，这个差距太大了。刘总有些急了，便宜没好货，800万的价格能保证质量吗？我站起来回应，刘总，华兴是制造商直营，没有中间环节，成本本来就比贸易公司低，而且我们为了进入大型钢厂市场，愿意薄利多销，这800万我们是有合理利润的。到了最后的陈述环节，我知道是时候亮出杀手锏了。各位领导，在做最后决定之前，我想分享一些会议纪要的内容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那段饭局的会议记录摘要。各位领导可以看看这份纪要，了解一些人的真实想法。我把纪要内容投影到屏幕上，项目价值可不止1200万，公司估值能翻倍。会议室里一片哗然，刘总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各位领导可以思考一下，某些人是怎么想利用咱们厂的。纪要内容继续展示，刘总的想法越来越露骨，提到了估值、融资、收购等敏感词汇。这是断章取义。刘总想要解释，但声音都在颤抖。断章取义？那您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项目价值不止1200万分？为什么公司估值会翻倍？刘总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视频里的德国专家也愤怒了，直接断线退出了会议。现在请评委们做最后的决定。董事长说，结果毫无悬念，华兴以绝对优势中标，项目金额800万。刘总彻底傻眼了，他原本以为稳拿的项目，不但丢了，连公司的声誉都毁了。散会后，王总私下对我说，小陈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不但为我们厂节省了400万，还让我们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。王总，合作愉快。项目中标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行业，恒达机械失去千万大单，德国收购计划泡汤，刘总的职业生涯基本毁了。据说德国人知道真相后非常愤怒，直接取消了收购计划。恒达的股东们也对刘总失去了信心，不到1个月就把他开除了。刘总找过我几次，想要求情，但我都拒绝了。陈浩，我们的事情就不能一笔勾销吗？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刘总，您当初开除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抬头不见低头见呢？我那是一时糊涂，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华兴这边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，800万的价格让东海钢铁很满意，我们的服务也得到了高度认可。项目完成后，董事长亲自给我们发了感谢信，还承诺了后续的合作项目。陈总，
这次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华兴的实力和诚意，以后有类似的项目，我们会优先考虑华兴。对我个人来说，这次事件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。在华兴，我不再是打工的，而是真正的合伙人。赵老板兑现了承诺，给了我3%的股份，还把我提升为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，年薪从原来的30万直接跳到了70万，加上股份分红，收入翻了倍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真正尊重我、信任我的合作伙伴，王总也成了我的铁哥们。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聊天，他给我介绍了很多行业内的资源。小陈，你这人我看得准，有能力，有品格，值得信赖。有一次喝酒的时候，王总问我，你觉得这次的事情谁对谁错？我想了想说，没有对错，只有选择。刘总选择了利益最大化，我选择了为自己争取公道，结果就是现在这样。那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职场就是这么现实，但诚信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半年后，华兴的业务蒸蒸日上，我负责的大客户部成为公司最赚钱的部门。我们不但拿下了东海钢铁的后续项目，还开拓了好几家新的大客户，年营收从我来之前的2000万增长到了8000万。与此同时，恒达机械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失去了1000万大单，又失去了我这个业务骨干，公司的业绩一落千丈。最后，恒达被一家台湾公司低价收购，原来的团队基本都散了。刘总离开恒达后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他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，没有公司敢要他。有人说我心狠，把刘总逼到这个地步，但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。如果他当初能够公平对待我，如果他不是想着独吞成果，如果他不是那么贪婪，结果会完全不同。1年后的春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请问是陈浩陈总吗？我是华东机械行业协会的秘书长，我们想邀请您参加今年的年度会议，做一个关于大客户开发的分享。华东机械行业协会是这个行业最权威的组织，能被邀请做分享，说明我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会议当天，台下坐着几百个同行，其中不乏一些业界大佬。我分享了自己这些年在客户开发和维护方面的心得体会。做销售，最重要的不是口才，而是诚信。客户选择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能说会道，而是因为我们能够真正为他们创造价值。台下掌声雷动。会后，有很多同行来找我交流，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。陈总，我是新兴机械的老板，听说您之前的那个事迹，很佩服您的魄力。我笑了笑，什么魄力？就是被逼急了而已。能被逼出这样的结果，说明您本身就有这个实力。我们公司正在寻找合作伙伴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？这样的合作邀请越来越多，华兴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连德国那家公司都主动联系了我们。陈先生，我们对华兴公司的技术实力很感兴趣，希望能够建立技术合作关系。当初因为刘总的欺骗而愤然离去的德国人，现在主动伸出了橄榄枝。我们了解了您的背景，也知道了之前的事情经过。我们认为华兴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。就这样，华兴不但在国内市场站稳了脚跟，还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。王总经常开玩笑说，小陈，你这一闹，不但自己发达了，还带着我们一起发财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应该早点让你跳槽。王总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当时可是被逼无奈的。被逼无奈？我看你是早有预谋吧。
我们相视大笑。回过头看，这1年来的变化确实很大，从一个打工的销售总监变成了公司的合伙人。这些变化都源于那个看似冲动的决定，但我知道这不是运气，而是多年积累的厚积薄发。技术实力、客户关系、行业声誉，这些都不是1天2天能建立起来的。没有这些基础，即使有再好的机会，也抓不住。又过了半年，华兴决定在上海设立分公司，专门负责华东地区的大客户业务。陈总，这个分公司就交给您了，您既是总经理，也是股东之一。赵老板说，这意味着我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，也将承担更大的责任。分公司成立的那天，来了很多朋友祝贺，王总、华兴的同事们，还有很多客户和合作伙伴。陈总，祝您事业蒸蒸日上。陈总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，我心里很感慨。3年前，我还是一个在公司被排挤的打工仔，谁能想到会有今天？晚上回到家，老婆已经准备好了庆祝晚餐。老公，我为你骄傲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现在有多成功，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。是啊，原则。这些年来，无论环境怎么变化，我始终坚持着几个原则：对客户诚信，对合作伙伴坦诚，对自己负责。正是这些原则，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了出路，也让我在成功的时候保持了清醒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夜景，想起了这几年的经历，从被老板开除的愤怒，到决定反击的坚决，再到今天的成功。这一路走来，有太多的酸甜苦辣，但我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想要什么，就要为什么付出代价；你想要尊严，就要为尊严而战；你想要成功，就要承担成功的责任。刘总选择了背叛和贪婪，最终自食其果。我选择了反击和坚持，最终获得了新生。这就是职场，这就是人生。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赢家，也没有什么人注定要失败。关键在于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勇气抓住它。3年后的今天，华兴上海分公司已经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机械设备供应商之一。我们的客户遍布钢铁、化工、电力等各个行业，年营收超过了5亿元。我也从一个普通的销售变成了真正的企业家。偶尔在行业会议上碰到老熟人，他们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：陈总，你当初怎么想到要那样做的？我的回答总是一样，没有怎么想到，只是觉得不能就这样算了。确实，当初做那个决定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。我只是一个被不公正对待的员工，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公道而已。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想法，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忍气吞声，选择了算了吧，现在会怎样？可能我还在某个公司做着销售总监，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，看着老板的脸色过日子。也可能我已经被这个行业淘汰了，毕竟在商场上，没有人会同情弱者。庆幸的是，我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这条路并不容易，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了今天的收获。我常常告诉我的员工，做人可以低调，但不能没有底线。当有人挑战你的底线时，你必须勇敢地站出来。这不是鸡汤，这是我用自己的经历验证过的真理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我这样的幸运，不是每个王总都会支持你，不是每个华兴都会接纳你。
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。即使失败了，至少你为自己的尊严战斗过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